参加完滑板聚会，艾米从火星回到公司，这时莉拉告诉她，几个小时前基夫打来了远程音速电话。艾米兴奋不已，看着屏幕里的女友，基夫的等待总算没有白费。其实他早在答录机上留过几百条消息，可惜艾米从来没有收到过。班德，消息已删除。异地恋实在太过痛苦，基夫忍不住抱头痛哭。扎普看热闹不嫌事大，还当众调戏莉拉，导致二人的甜蜜时光匆匆被打断。此时，教授吩咐快递小队把催痛药送到第7星思想体上。艾米也想去，因为基夫就在那附近巡逻。教授生气拒绝：“你以为飞船是你家的豪华座驾吗？”然后转身走向了发泄室。另一边，由于这一次路途遥远，快递小队需要去冬眠舱以节省氧气。可就在3人熟睡时，艾米从药丸里出来，并开着飞船来到基夫的工作地，这让扎普非常高兴。他来了个船对接，只为能一睹莉拉的睡颜。而基夫也同样开心，艾米此举浪漫行为简直让他颤抖。所以为了避免异地恋，他想让艾米和他一起生活。艾米却有一点为难，他刚想拒绝，基夫就带他来到全息棚，在这里他可以看到彼此在一起生活的样子。基夫早已幻想好2人的未来，他特意写了3个程序，有雪中小木屋、净月海岸和空中城堡。虽然一切都那么美好，但艾米仍然拒绝了基夫。基夫万分难过，不过更让他难过的是全息棚坏掉了。接着，匈奴王莫里亚蒂教授、开膛手杰克和恶魔林肯冲了进来，他们肆意破坏城堡，2人吓得落荒而逃。紧急时刻，扎普乱开枪，无意将飞船打出了一个洞，危险顺利解除。可大家也因此陷入困境，眼看弱小的基夫马上就要被吸进太空，幸好净月海岸中的月亮滚了出来，大家终于平安脱险。后来经过医生的诊断，每个人都无大恙，只是断了几根骨头，一些人吐出了一部分心脏，还有就是基夫怀孕了。这消息实在让众人难以接受，尤其是班德。于是扎普让基夫解释一下自己怀孕的原因。原来只要他们的族人感到极深的爱意，就会进入一种受体状态，这时他们的皮肤会变成半透膜。基夫只要握住艾米的手，就能让遗传物质通过。外星人不愧是外星人，这操作很奥利给。想到即将和女友有爱情结晶，基夫欣喜若狂，但他忘记刚才未脱险已经把每个人的手都摸了，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是孩子的母亲。同样的，马桶也能让她怀孕，不过这不太可能，毕竟她有私人厕所。用别人的马桶就是爽。因此为了保险起见，艾米决定带他回公司做测试。所有人进入外星杂交种族遗传分析仪，教授提取 DNA 样本，然后按下开关，随着每分钟1万转的速度，母体离心机里只剩下了莉拉，这代表孩子的母亲是莉拉。基夫说肯定是当初没戴手套，莉拉抓住我的手导致我怀孕。果然不戴手套不会有爱。扎普心灰意冷，基夫感谢莉拉。尽管孩子会认为父母才是彼此的心灵伴侣，而基夫的心灵伴侣是艾米。事后莉拉在酒馆向艾米道歉，艾米表示没关系，至少宝宝派对会有趣。她将其列入日程表，还把日程表设为母亲模式。但想到即将要做妈妈，她却怎么都开心不起来。晚上派对开始，艾米父母远道而来，对于基夫如何怀孕，他们一点也不关心，只知道自己有了孙辈。突然拆礼物时间到，班德送的是一双小时候穿过的靴子，莉拉送的是一个婴儿篮，当初父母就是把它装在这个篮子里，放在孤儿院门口。艾米父母送的则是一根用滑板改装过的烫衣板。反正从此以后，艾米再也不会参加聚会了。基夫非常开心，他自顾自地说着，一点也没注意到艾米伤心情绪。最后艾米崩溃离开。基夫回到故乡生产，按照传统，他要和心灵伴侣走回出生的沼泽地，但艾米不在，大伙只好陪他一起前行。终于来到目的地，基夫再次一个人完成了助产士的命令，成功煮好生命之茶。可要想喝下这茶，还必须得看伴侣的眼睛，然后呼唤他的名字。基夫无奈，哭着喊出艾米。基夫，艾米是你吗？还是我寂寞疯了？都有。虽然艾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准备好，但她爱基夫，所以愿意在这里陪他。此话一出，基夫立刻开心的就地生产，两人快速喝下生命之茶。很快一群小宝宝诞生，他们在艾米的保护下安全进入沼泽，众人欢呼，莉拉感慨万千。基夫还表示20年后他们会长出腿来，然后像孩子一样爬回陆地。或许到那个时候，艾米会准备好成为一位母亲。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莉拉是孤儿，现在那家孤儿院还授予了莉拉年度孤儿的称号，大家喜出望外，丝毫没有考虑莉拉的感受。与此同时，教授又有新发明，它是个生产发光鼻的机器，只要带上它，就算不开灯，班德也能给他鼻子来一拳。哪儿去了？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发光笔也不例外。所以想要生产它，就必须排出大量的有毒废料。对此，赫米斯拿出官僚证，命令教授要么适当处理，要么贿赂他，反正不管哪一种都得花$500。幸好班德及时制止，让教授只花了$499，100分就帮他搞定这些废料。结果没想到这废料如此厉害，一点点就能让马路变窟窿。班德却继续让他排进下水道，然后因此毁了变种新娘的婚纱。盘完废料，大家来到孤儿院，院长在台上为莉拉颁奖。他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捡到莉拉的那个夜晚，照相机般的记忆让他每晚都回忆一遍。那天他正在办公，突然门铃响起，开门一看，只见一个独眼紫发小女孩。因为不认识字条上的字，他以为她是一名外星人，但依旧将其带进了屋。回忆结束，当初的小女孩已经是一名星际飞船船长，所以为了纪念这一刻，院长要将莉拉的照片和以往著名毕业生挂在一起。莉拉倍感荣幸，开始发表自己的感言。她表示，不管我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最重要的是我有足够的力量养活自己。台下立马掌声一片，孩子们以她为榜样。电视台也来采访她，可莉拉并不开心，她躲起来哭泣，却被弗赖看见。好在直男终于开窍，他觉得一定是这房子让莉拉感到悲伤，于是街头出现了一对孤男寡女。其实莉拉只是表面坚强，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有人疼？她真正渴望的是父母能够抱着自己，然后对她说我爱你。恰好弗赖就是一台具有拥抱功能的爱人机器，莉拉却无动于衷，继续走悲伤路线。她说每当感到孤单，就会抬头望天，感觉父母会在某个行星的角落看着自己。第二天，班德继续干着废品处理生意。在他看来，处理废品很简单，只需要将它们通通扔进下水道。可下水道也是变种人的家，很快班德就自食其果。变种人绑架了3人，因为之前的有毒废料，污水湖变成了废料湖。他明亮到让变种人看清自己的丑陋模样，所以他们也要让这3人变成变种人，用基因诱变水让其 DNA 永久改变，就像这样。眼看离诱变水越来越近，没有 DNA 的班德吓得大叫。这时人群中出现了2个黑衣人，他们一边叫着莉拉的名字，一边爬上控制台。3人总算脱险，变种人却穷追不舍。原来诱变水不会导致2次变异。情急之下，3人躲进一间房，谁知这里竟然是莉拉博物馆，里面不仅有莉拉从出生到现在的时间线，还有她以前冲进马桶里的最好的东西。想到整个生活都暴露在某个变种人面前，莉拉惊恐万分，她像被定住了一般，从而导致大家被抓。但就在变种人准备就地解决他们的时候，黑衣人再次出现。在他的建议下，变种人改变主意，决定驱逐3人，并让其永远不准回下水道。说完，用臭气球把他们送到出口。班德和弗赖迫不及待回到地面，莉拉却纵身一跃。为弄清身世，他跳进了诱变池，但没有变异。正当他疑惑时，黑衣人又出现了。这次莉拉没有犹豫，果断追击2人。另一边，弗赖放心不下莉拉，来到孤儿院向院长寻求有关他身世的资料。院长说没有，只有孩子们身上搓下来的泥。弗赖不信，谁的泥能比他身上的泥多？逼得院长只好拿出那张用外星语写的字条。带着字条，弗赖又找到教授，希望他能帮忙翻译。教授说没问题，然后把字条放进做发光鼻子的机器。经过漫长的等待，字条内容终于被翻译出来。原来莉拉不是外星人，而是变种人，并且是有史以来所有变种人中突变最小的一个。所以父母将他送到了孤儿院，只愿他能在地面上过得好一点，可又不忍与他永久分别，于是做了一条手链。至于字条，是因为莉拉母亲曾获得过外星语博士学位，与其让他知道自己丢人的出身，他们还不如去领盒饭。因此面对莉拉的追击，夫妻俩只能逃跑，可还是没能跑过莉拉。他开始质问2人，问他们为何会有与自己一模一样的手链，是不是他们杀了自己的父母。夫妻俩回答是的。莉拉大发雷霆，他扣动扳机，打算让2人血债血偿。多亏弗赖及时赶到制止，他拿掉2人的帽子，看清他们的面容。莉拉终于明白，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关于那张纸，弗赖至今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只知道它是回收的厕纸。其实内容很简单，上面说你的父母很爱你，我们都很爱你。夫妻俩以为莉拉知道自己是变种人后会鄙视他们，结果恰恰相反，莉拉很开心，还表示这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看遍世间繁华，没有哪一种感情只求付出不求回报，如果有，那便是父母对于子女的爱。他们倾尽一生，只为孩子能够平安喜乐，付出所有，也愿意孩子能健康快乐。或许人很自私，但父母是无私的。或许你也曾讨厌过他们的市侩圆滑，却不知道他们也曾像你一样憧憬过未来。或许看着母亲为了5毛钱斤斤计较，你会难堪，可曾经她也是一个希望被爱，遇到困难也会伤心难过的女孩子。或许父母并不坚强，但自从有了孩子，他们就会突然坚强。莉拉的父母也是一样，她虽然从小离开他们，但父母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为了让她能够生活得更好，他们就算一辈子只能躲在地下看她，也甘之如饴。也许你的父母不够好，但他们已经把认为最好的给了你。人生漫漫，我们用尽一生跟父母告别，父母却用尽一生跟我们说路上小心。
回程途中，班德无聊到和飞船上的智能机器人唠嗑，加了马赛克的维纳斯让他非常不爽。飞船表示赞同，莉拉忍无可忍，叫2人闭嘴，否则就用武力解决他们。班德只好回房继续欣赏艺术。Sorry。小飞船真是越来越猖狂了。回到公司，由于下周就是情人节，赫米斯格教授为大家准备了新制服，不过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争取浪漫爱人的订单，就是那个专门生产浪漫东西的公司。于是大伙穿上制服，来到位于密尔沃基市的浪漫公司。为了确保此次行动万无一失，教授命令大家必须伪装成寻找真爱的人类，特别是莉拉。而浪漫公司果然名不虚传，老板和财政官携手相伴30年，两人都十分浪漫。莉拉感动得犹如电击。接着，老板带众人参观工厂，这时大家才明白，原来广告都是假的。可爱熊不是用毛毯和神奇按钮制造，而是通过基因工程。只要小熊长到1岁，身体里就会被塞满爱的防火绒。不仅如此，浪漫实验室的电缆更厉害，只需要3言2语就能让高冷女生主动投怀送抱。紧接着，一行人又来到工厂中心，财政官家族从19世纪就开始生产这种糖果，所以它们的味道可能改变，但配方不会改变，依然是谷粉和偷听蜜。而每个糖果上都写有不同的情话。弗赖趁机向莉拉表白，然后钻进糖果罐，希望找到一颗能准确表达他对莉拉感觉的糖果。突然枪声四起，因为教授帮忙抓住小熊，所以他如愿获得浪漫爱人的订单。这下教授终于有钱去升级政府要求的部件，装暗物质的盒子再也不用用胶带补，狮子也不用关在飞船里。此等好事，班德本想来点音乐造造，结果飞船机器人又乱改广播频道，气得他撸起袖子就要揍他。好在教授及时把声音调成女生，战场瞬间变成土味情话现场。天哪，看看我都说了些什么。另一边，弗赖还没有死心，他打算在投递糖果之前把写着对莉拉心意的糖果找出来。莉拉却说对甜言蜜语没有兴趣，只对男人本身感兴趣。两人继续磨磨蹭蹭，飞船继续和班德风花雪月，然后因此搞乱飞行轨迹。莉拉来到引擎室查看，指责2人不要脸。班德却表示，要想工作就必须给我一个400吨重的女朋友。因此，莉拉只好妥协，机船约会就此开始。可是很快，班德便喜新厌旧，莉拉劝他分手，他说时机还不成熟，先找几个备胎再说。对于备胎，他也照样没有付出真心。这一幕刚好被飞船看见，但他却装作不知道，然后来到机器人公寓，假装向弗赖打探班德的行踪。弗赖当然不会坑自家兄弟，他骗他说班德去父母家里了，还说班德非常老实专一。第2天，飞船终于能和班德约会，他兴奋不已，班德却无精打采，还当着他的面看别的女人，这让飞船无比生气。他质问班德昨晚为何会和2个女人一起吃饭。班德回答，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其实就是我的会计。好吧，希望如此。飞船相信了班德的鬼话，只因他太爱他，可班德仍然不知悔改。你在和谁说话？没人，宝贝。刘雨雷是班德的唯一，我爱你。又一次任务途中，莉拉察觉到飞船有心事儿，其实就是班德的事。飞船问他班德是否会向他求婚，莉拉表示不会，因为班德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好。飞船却以为莉拉是在嫉妒他，骂他是一坨小烂肉。终于来到8号星球，国王正在看地球上最傻的电视剧。快递小队将糖果送进城堡，并告诉国王，这21颗糖果代表着地球人对他们的爱。国王才不会相信这种鬼话，因为难吃的糖果和迷惑的情话，他最终朝快递小队开火，3人匆忙逃跑。飞船努力避开炮火，班德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向他提出分手。好在快递小队并没有受到致命伤，班德依旧逍遥。飞船非常难过，作为过来人，莉拉安慰他，快乐应该发自内心。可飞船不听劝阻，还想让班德重新爱上他，为此他愿意付出所有人的生命。基鲁相当于1亿个黑洞能量的类星体，班德再次展开甜蜜攻击，但飞船已经不是当初的傻白甜，除非班德的程序跟他合并，否则他不会再相信他。班德果断拒绝，飞船关闭氧气，莉拉叫他适可而止，飞船又关闭重力，3人只好来到浴室，这是唯一一个他听不到他们说话的地方。莉拉决定去关闭飞船的智能装置，所以班德得与飞船合并，借此引开他的注意力。班德百般不愿，但为了活命，他别无他法。2人顺利来到程序世界，可离合并还差最后一步，班德仓皇而逃，飞船穷追不舍。与此同时，弗赖和莉拉已经来到脑控室，莉拉关闭探信矩阵，弗赖继续找糖果，虽然被拒绝无数次，但他从未放弃，就像飞船从未停止爱班德。这时莉拉的氧气已经达到临界值，弗赖好心提醒，莉拉却以为他又要让他看糖果，因此弗赖把自己的氧气给了莉拉，而莉拉毫不知情。不过好在他及时关掉了智能装置，保住了3人的性命。眼看一切恢复正常，莉拉高兴地与弗赖分享，弗赖却昏迷不醒。莉拉这时才发现他救了自己，在他的急救下，弗赖平安醒来，糖果也如愿找到。
一大早，莉拉就用 Ingo.com 给父母打可视电话。她没有因为二老是变种人就感到难堪，反而邀请他们周日到地面旅行。小伙伴们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吃惊，因为变种人是低等基因人渣，他们来到地面是违法的。为此，莉拉准备向市政厅申请一个单日地表特别许可证，顺便再给赫米斯申请一个钢琴线杀人许可证。这时，教授从瑞典派家订购的超级对撞机终于到货，快递小队迫不及待打开，并按照说明书的指示将它安装好，可也因此把自己搞得浑身酸痛。于是，弗莱和莉拉找到约翰，约翰给了他们一个神奇药膏，这是他从一位旅行推销员那里花60美元买的。两人二话不说，快速抹上。突然，教授破墙而出，他表示对撞机爆炸了，让他们拿去跟厂商换个垃圾 CD 架子和变质肉丸。两人照做，不料途中遇一落魄大叔，大叔说自己住在新泽西，由于车子坏掉，姨妈又得了急性病，所以他要趁火打劫，别逼我哦。弗赖吓得找不到口袋，打算把裤子脱给他。大叔气得愤怒开枪，结果二人像穿了隐形防弹衣，他又对莉拉一顿暴打，结果多年的计划又失败了。回到公司，莉拉还在困惑，她不明白他们为何能在枪下幸存。其实这还要多亏了神奇药膏，是它让两人产生了超能力，只要将它抹在皮肤上，就能力大无穷，快如闪电。莉拉做那些乏味的工作也能事半功倍。弗赖却说他搞错了重点，作为一名美国人又有超能力，他想的是完成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做一名超级英雄。恰好莉拉也想用自己的暴力来服务社会，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一致。班德听说他们有超能力后，也想加入打击犯罪二人组，但两人并没有邀请他，班德只好拿出3套制服离开。可刚转身，莉拉就让他加入。他们还以为班德会一直站在坏人那一边，况且这药膏没法给他超能力。不过班德是什么人？他不需要超能力就能做很多事，比如接着，三人换上制服，新纽约从此多了一个新的超级英雄组合，也就是新正义组合。成员分别有昨日船长、痛击手艾拉和超级国王。在他们的帮助下，警察们再也不用抓坏人，犯罪全都被惩治，猫咪也乖乖进入怪物嘴中。但神奇药膏不是万能，它终会有失效的那一刻，这时就需要再挤上一些药膏抹上。好在市民们并不知情，依旧对他们大肆追捧，就连弗赖都有女孩喜欢，因此他想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身份。莉拉生气制止，表示三人身份必须对所有人保密，因为超级英雄造成很大破坏，一旦暴露就会被城里的所有坏蛋盯上，甚至还会连累家人。只有孤家寡人的班德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市政厅，莉拉终于拿到变异人签证，她正准备离开，市长却接到市民有危险的电话，他立即召唤新正义组合，三人差点暴露。情急之下，他们各自编造了一个烂借口离开，然后又马上换装回来。市长说，自然博物馆将会在明天9点被抢劫，罪犯动物管理员的目标是无价量子绿宝石，他经常靠一帮高度驯化的动物实施犯罪，例如前科累累的亡命罐、杀劫成瘾的大象和一只不常登场的螃蟹。了解完情况，三人火速离开。莉拉如愿的把签证寄给父母，弗赖担心他明天不能见家人，莉拉却胸有成竹。第二天，正义组合准时来到博物馆，动物管理员却连抢劫都迟到。眼看已经10点，莉拉应该去见父母，可是她不能。而父母见她没有出现，以为莉拉害怕丢脸，毕竟大家都不喜欢变异人。这时，罪犯出现，大量动物开始破坏博物馆，人们慌乱逃跑，三人与之搏斗。动物管理员趁机拿走绿宝石，看着现场一片混乱，莉拉父母以为走进了外百老汇舞剧，不过那里的观众可没这么多，也不会上演动物管理员为了逃脱从2楼扔下宝石的戏码。最后莉拉平安接住宝石，父母遗憾离开。尽管宝石的价值只比三人造成的破坏值高一点点，但市长仍然隆重表扬了他们。莉拉却愁眉苦脸，父母同样不开心，他们以为莉拉不爱他们，可事实上莉拉从未这样想过。她正想陪二老，二老却已经回到了下水道，因此为了解开误会，莉拉来到父母家向他们道歉，然后又良心不安，告诉他们自己是通缉手艾拉的实情。父母非常高兴，不过超级英雄必须穿这么暴露的衣服吗？当然这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应该保密。莉拉千叮嘱万嘱咐，但父亲还是把这件事说了出去。后来经过大耳朵和大嘴巴的传播，动物管理员很快找到三人，并且还绑架了莉拉的父母，借此威胁快递小队在午宴前把绿宝石偷来给他，否则莉拉爸妈就要被南美食人鱼吃掉。所以为了救人，超级英雄也不得不犯罪。可不巧的是，神奇药膏居然用完了，好在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超能力出了问题。请问我能不能用这块板打你，又不伤到你？
三人顺利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拿走宝石，接着把它给了动物管理员，动物管理员也信守承诺放了莉拉父母。莉拉再次向爸妈道歉，父母却很高兴能卷进她的生活，因为分离得太久，所以就算深陷困境，但只要能和孩子在一起，也会觉得无比幸福。这大概也是所有父母的通病，宁可自己尝遍世间苦，也不愿意孩子受到一点委屈。明明那么爱对方，却只能用一句对不起来概括所有。莉拉不想父母以为自己觉得他们丢脸，父母也不想莉拉因为自己丢脸。这就好比两个刺猬，正因为足够爱才会刻意疏远对方。但好孩子从来不会因为爸妈而丢脸，就像好的父母从来不会因为孩子而失望。人都会有软肋，孩子就是父母最大的软肋，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关心你，你却连个朋友圈都将他们屏蔽。其实我们与父母的缘分连短暂的一生都不到，我们从出生就开始与他们道别，每过一次生日就代表父母离我们又远了一点。在这渐行渐远中，有争吵，有欢笑，有不解，直到某一天你终于长大，可父母已经老去，这段缘分便就此结束。今天是自由节，公司举办盛大派对。弗莱疑惑不解，艾米说自由节就是可以做任何事情，根本不用顾及后果，就像班德平时那样。教授打开传统的木桶浴，大家开始宽衣解带。虽然在地球上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但在约翰的星球上，自由是需要争取。从小他就被迫学习医术，放弃喜剧演员的梦想，甚至长大后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投票，依旧要听从父母的安排。所以他热爱地球，因为就算为所欲为，也不会有人在乎他。接着大家来到华盛顿特区，这里正在举行游行庆典。班德扫除大批障碍，但众人来到最佳观看位置。扎普站在花车上卖弄风姿，女主持却被男主持吓得尖叫连连。晚上，尼克松发表讲话，他表示自由的确伟大，人们不仅可以在手上植入监视芯片，还能不付税，只要免费和怪物住一星期即可。说完，发射焰火男。最后，众人向自由敬礼，美国国旗也在这一刻出现。约翰口水直流，惊鸿一瞥间就把旗帜装进了肚子，然后自豪地向大伙宣布，这就是自由节的意义。为了证明自己而去做一件事，但人们并不买账，约翰只好吓得跑进螃蟹人大使馆，向大使诉说自己的遭遇。他以为自己已经适应了这个世界，可比起撇脚的母星，其实他更不适合待在这里。大使非常同情他，决定全力支持约翰。一会儿，人们就包围了大使馆，尼克松正打算摧毁他，幸好莉拉及时制止。他说大家可以对约翰吃旗帜感到反感，但是在自由节所做的任何事都受地球宪法保护，因此最高法院受理了此案。由于宪法在这个地方没用，所以约翰不久后依旧会被审判。不过这丝毫不解人们心中的恨意，他们在大使馆外强力抗议，班德却表示他们是在装腔作势。弗莱担心没有律师来打这场官司，莉拉本想去问问自由联盟的头儿，结果一老头主动上门。他说自己是一个参加过无数战役的老兵，旗帜在他心中就是神圣的代表，因而他不会宽恕约翰所做的事，但同时又会拼命为他的自由辩护。于是弗莱雇佣了他，只因他是律师。法院，约翰向弗莱控诉悲惨生活，主法官和陪审团陆续登场，原告律师开始提出申诉，报告约翰吃旗帜的事实。约翰却表示自己只是在行使应有的权利。对此，律师说，曾经有个巨型蜥蜴因为咬掉宪法的一角，被视为不受保护的行为，但作为一个为星球战斗过的老兵来说，他可以为旗帜失去手臂，爱他胜过爱7位妻子，也可以自豪地吃下它。只可惜自己的肠子不能把用皮制成的旗帜升起来，让他保护拥有这面神圣旗帜的人们。他还表示，自由就像一夫多妻制，台下嘘声一片。陈述总算结束。主法官和陪审团通过心电感应商量，得出吃旗帜事件不受宪法保护的结果。他们要求约翰立刻对公众道歉，约翰拒绝，说来到地球为的就是学习自由的真正意义，没有什么比否定自由对他更严重的惩罚了。因此，法官只好判他死刑，宣布一夫多妻制合法。根本没有想到老兵会是 gay， 这种结果也导致扎普带着士兵攻击大使馆，螃蟹人星球开始反攻地球，星球大战正式拉开序幕。快递小队躲进国会图书馆，约翰却开心不已。扎普没有想到小小的螃蟹竟然如此厉害，命令基夫拿出全球防御系统启动器，然后无脑的把它给了间谍，让所有行星防御系统失效，任由敌人攻击自己。最终地球被打败，人类成了螃蟹人的奴隶。曾经喜欢自由的约翰成了监工，他认为地球不配得到自由，所以要让他们尝尝没有自由的滋味，而堆泥巴就是他的惩罚方式。弗莱叫苦不迭，莉拉想要反攻，可所有先进科技都对螃蟹人没有用。突然弗莱灵机一动，带大家来到古代武
器博物馆，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即使没有花里胡哨的数字化武器，也依然能够做到绝杀。几天后，篱笆工程已经完工，移动镇压泥工成为螃蟹人镇压地球的新武器。随着大使撤退战舰，新的一轮攻击开始了。老兵拿着旗帜阻止，却惨遭碾压。看着唯一一个肯为自己自由辩护的人离开，约翰终于觉得奴役和镇压会玷污自由训诫。这时，弗莱也拿出从博物馆偷来的寻热导弹，螃蟹人惶恐不安，可导弹似乎不起作用。眼看泥工就要摧毁人类，约翰从老兵手中捡起旗帜，然后拿着班德的雪茄将它点燃，大伙十分愤怒，但实际上亵渎旗帜只是为了重获自由。约翰因此成了英雄，他表示地球就是他的家乡。尼克松对他进行表扬，记者还把他咬旗帜的照片作为明天的报纸头版。好吧，那就来一小口。追剧的一天，除了小黄，我的全部电路里的主人公全都不幸患上了健忘症。教授的儿子小克觉得这非常酷，表示长大后也要得健忘症。赫米斯儿子小黑却说自己已经得了健忘症，只是刚才忘记了。看着争吵不休的两个小鬼，班德气得扔掉酒瓶。Nah, I had it coming. 很快，小克又被剧中的生日派对吸引。12岁的他们总是喜欢模仿自以为很酷的东西。不过，作为一个克隆人，小克真的有生日吗？对此，教授回答：从技术上来讲，没有，但可以把小克从他背上留着取出 DNA 的那天当做生日，也就是13年前的下一个礼拜。教授用一把叉子创造了他，正好下个礼拜也是小黑的生日。赫米斯当即决定帮助两个小鬼在办公室里办派对，好方便一起报销。解决完这件事，小鬼们又回归到追剧大军。剧中的男女主角正在洗香槟浴，突然儿子从天而降，他的任务是揭秘女主向男主隐瞒了200年的秘密，并且这个秘密还可能会引发暴躁型健忘症。可秘密还没有说出来，自己却短路了。电视台只好用另一档节目《人人都爱催眠蛤蟆》来缓解尴尬。几天后，生日派对如期举行，约翰盛装打扮，叫大家施舍点钱给他买鞋子。小鬼们闷闷不乐，因为客人本该在3个小时前就到，但一个都没有来。就算来了一个苏乞儿，也是因为有人把邀请函扔进了他讨饭的盒子里，两人愈发难过。幸好班德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原来由于剧中儿子短路，电视剧《我的全部电路》将举行一个海选活动，挑选一个小机器人来代替他。苏乞儿燃起重生的希望，班德却认为这个角色非自己莫属。You raised my hopes and dashed them quite expertly, sir. 他拉着弗莱和莉拉来到海选现场，看见这里都是非常有名的童星。莉拉劝他趁早放弃，否则只能被长青春痘的流量小生和长大后抢劫自动售货机的小演员 KO。一会儿选拔开始，第一位参赛者是吊着电线的小男孩，他本来表演得很好，但因为班德的捣乱，小黄果断将他刷了下去。就这样，90个演员都因此淘汰。班德成功吸引了小黄的注意力，可他不仅年纪大，表演还一言难尽。小黄本来强烈反对他在自己的电视剧里出现。无奈班德早就留有一手，逼得小黄不得不让他成为自己的儿子。第二天拍摄开始，班德来到录影棚见导演，导演也是个明白人，已经针对班德的演技改过剧本。现在剧中他处于昏迷状态，只需要躺在床上，这让班德十分不爽。于是，在小黄沉迷于演戏时，他一跃而起，当着众人的面就开始 happy。小黄目瞪口呆，导演气得喊咔，打算让两人重来一遍。可小黄从来不拍第二遍，他说只有外行人才会拍2遍，因而这一段被剪了出来。虽然小黄看后表示，以前哥斯拉加电影的花絮都比这个好看，但更让他生气的是，班德居然还在他的更衣室里行窃、抢镜头和偷钱2种罪行，终于让小黄忍无可忍。他命令导演即刻开除班德。谁知网络管理员来了，他们分别是广播网总裁、会模仿见过东西的主管阿尔法、喜欢掷骰子决定节目播放表的贝塔，以及轻视中美洲国家的伽马。几人此行主要是因为有人把班德 happy 的视频传到了网上，一直以来他们都通过尼尔森公司来密切监视观众，因此发现班德的视频让观众的眼球专注度提高了90%，所以不管班德是不是正规演员，只要观众喜欢他，总裁就要捧他。他的口头禅也会成为一句醒目的标语。为了提高收视率，总裁希望班德继续在电视里抽烟喝酒和偷东西。于是班德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为了流量小生，不仅会打篮球，还学会了唱基你太美。小鬼们非常喜欢他，开始模仿他的行为。小黑甚至从赫米斯那里偷来雪茄，学班德吸上。
小克也学班德说他的口头禅，在他们眼里，班德如同偶像，可在家长眼里，班德如同恶魔。随着班德在剧中的举动越来越疯狂，新闻也对此进行了播报，爸爸们抵制野蛮电视剧同盟正式成立。创立者赫米斯和教授不希望孩子们看班德的高清下流表演，大家却觉得这对班德不公平。他们认为孩子不会因为看电视变坏，学校会把孩子教好。但事实上，孩子们不仅没有变好，反而愈加猖狂。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像班德那样酷，他们竟然跑到他家里去偷东西，然后利用偷来的东西吸引大批小伙伴，并借此举办派对。派对上，雪茄和电路图成了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教授和赫米斯见后勃然大怒 What's going on in here? 为了搞清楚他们为何突然有这么多朋友，教授拿出酷酷机判定，结果三人真是名副其实的酷盖。但赫米斯还是赶走了小伙伴，小黑也说出实情，以至于班德一从保险柜里出来就被质问。不过他根本没有在怕，并且说如果电视里的每个人都很正经，那还有什么意思？作为娱乐明星，他不会为孩子们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可他们偷自己的东西就不对了。班德果断加入封杀自己的队伍中，带着爸爸们游历到好莱坞，要求所有电视台彻底封杀自己。结果总裁不光回绝了他，还威胁他继续表演。教授只好拿出班德在剧中使用的手枪，威胁他停止表演。眼看战火一触即发，班德迅速抢走两人的手枪，接着开始了自己的演讲。他表示，在电视机里抽烟喝酒的确会很酷，可犯罪和暴力也同样是真的。没有人会希望孩子们受到垃圾电视剧的影响，但孩子们为什么会把大量的时间放在电视上？还不是因为父母总是撒谎自己没有时间，宁可默默玩手机，也不愿意关掉电视陪陪孩子。其实我们不应该把电视或者手机看得太过重要，父母的陪伴才是孩子最好的教育。一昧的推卸责任只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心理。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往往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言一行都可能深深的影响着孩子。其实父母与孩子之间应该有一段共同成长的旅程，没有人天生就会做父母，也没有人天生就会当孩子，两者只有通过不断摸索、不断磨合，才会变得更好。当然，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关系中，隔阂总是少不了的。为此，父母更应该做好榜样，因为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会沉迷游戏或者电视，只有父母才能真正影响孩子。 Have you ever tried simply turning off the TV, sitting down with your children, and hitting them? 一天，班德正在公寓对着镜子表演魔术，只见牛奶完美的从报纸里进了他的肚子。助手弗莱捧场赞扬，恍惚间看见报纸上考古学家发现一个20世纪披萨店的奇闻，这很像他之前工作过的那个店。于是两人立刻来到披萨店重现展，这里的木质披萨铲保存得十分完好。讲解员说，科学家推测它是用来教育送货男孩的，但在弗莱确认过眼神，发现这里就是以前工作的地方后，这种说法被否定。他表示，披萨铲还会用来铲披萨和打老鼠。可作为一个经过45分钟专业培训的家庭主妇和看过考古学家言情小说的讲解员并不相信他，因此弗莱开始介绍披萨店的其他东西。突然，一只化石狗映入眼帘，它叫西摩尔，原本是20世纪的一条流浪狗，后来因为弗莱送餐失败，好心为了他披萨，它便成为了弗莱的好朋友。既然是好朋友，又怎能弃他于不顾？弗莱破窗拿出西摩尔，但下一秒就被回到公司，弗莱仍然愤愤不平。他说拿去世的宠物展览，就好像把灵犬莱西放在卢浮宫里。虽然这是事实，教授建议他去示威，如同火星原住民控诉人们对他们祖先的骨头没有半点敬意。弗莱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开始在重现展厅外抗议，顺便跳起了摇摆舞。尽管这舞的本来意思是要向上帝祈求要辆超级跑车，可他更在乎关于西摩尔的记忆。还记得每次送餐回来，西摩尔都会在披萨店外等他，老板也非常喜欢西摩尔，夸他是店里的吉祥物。事实上，西摩尔的确很听话，不仅能打扫卫生，还能在番茄酱里游泳。就这样，弗莱一边回忆一边跳了3天，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最后，也许是上天看他可怜，让他终于见到了考古学家。考古学家被他丰富的狗类知识打动，将西摩尔物归原主。另一边，因为弗莱不在，班德只好让约翰成为自己的魔术助手，结果约翰一点也不捧场，气得班德狂揍他。与此同时，教授发现西摩尔在快速石化中保存了细胞组织，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克隆西摩尔。弗莱的最好的朋友要回来了，大家非常高兴，班德却愁眉泪眼。后来，经过教授的检测，大伙可以看见西摩尔的身体里还有一块奶油夹心，因为是迅速石化，所以只要通过大脑扫描，西摩尔就能重新获得挂掉时的准确记忆。弗莱的高兴万分，班德横眉瞪
瞪眼。克隆机从人类模式转换到狗模式，弗莱的记忆也回到20世纪的最后一页。那天，他和往常一样去送披萨，西摩尔却不像往常一样乖顺，他拼命阻止弗莱离开，可能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早有预感，明白弗莱终会离开自己，因而这一次的意外重逢让弗莱格外珍惜，以至于西摩尔还没有被克隆出来，他就已经将一切都准备好了。对此，班德十分生气，他表示弗莱是脑子秀逗，才会把时间浪费在一个低等智能生物上，明明自己也会叼东西、挖骨头，甚至还会用脑袋发激光，但弗莱就是宁愿给狗做房子，也不会问他要不要住个小房子。其实，在21世纪的第一天早上，西摩尔就已经发现弗莱消失，他跑到他家，打算带领家人去寻找弗莱，可家人们根本不会去相信一条狗。31世纪，莉拉和艾米在徒手搏斗，弗莱继续为爱狗布置新家，班德吃醋也牵来一条机器狗，并当着弗莱的面炫耀，结果弗莱不为所动，一心只有西摩尔。这时教授告诉大家，克隆机准备完毕，弗莱带着西摩尔离开，来到实验室。由于克隆机耗电量巨大，需要地心火山熔岩的力量，因此大伙又来到地下室2层。随着克隆机被供电，西摩尔被放在克隆台上， DNA 提取正式开始了。弗莱紧张等待结果，班德需要他配合自己表演魔术，于是弗莱果断拒绝，班德果断扔掉西摩尔。看见他进了熔岩池，班德还说Now I'm all you got. 弗莱又气又难过，幸好化石是白云岩组成，它不会被热量融化，只会融化冰天鹅。所以为了救出爱狗，弗莱准备跳进熔岩池，就像当初西摩尔跑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去救他一样。不过最后，弗莱还是没能救成西摩尔，而班德终于理解人对低等生物的感情，因为自责，他跳进了熔岩池，决定替弗莱救出西摩尔。同样的，21世纪的西摩尔也没能救出弗莱，弗莱父母只管狗，根本没有注意到儿子就在眼前，西摩尔只能被无情拖走。但值得庆幸的是，31世纪的班德最终将西摩尔救了上来。克隆机继续工作，电脑显示西摩尔去世时已经15岁。得知这个消息，弗莱停止克隆，砸烂了克隆机。他以为西摩尔很早就将自己忘记，毕竟弗莱收养他时他才3岁，没有弗莱，西摩尔照样度过了完整的一生。可实际上，从2000年1月2号开始，西摩尔就在这里一直等他，直到老去。一大早，一只名为帕祖祖的怪兽破墙而逃。面对帕祖祖的不辞而别，教授心痛不已。按公立读完大学，你就这样回报我吗？怒上心头的教授决定开飞船去堵截他。注释：帕祖祖是亚述和巴比伦神话中的邪神，但也帮人驱逐瘟疫和厄运。注释完毕。面对一个超高龄驾驶者，大家立刻用最大化程度系好自己的安全带。由于教授的缓慢老年驾驶，太空发生了严重堵车。又因为教授年老眼花，飞船前置灯超光束也将路牌和空间站销毁。不一会儿，飞船来到了佛罗里达。众人疑惑不解：我们不找你的怪兽了吗？啥子怪兽？此时的教授老年痴呆发作，已经记不得帕祖祖了。他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吃一个早餐，悼念一下逝去的老友。教授摆了一个优雅的姿势，从裤子里掏出了一个核动力假牙，果然不出所料，把餐厅搞得一团糟。回到公司的众人一致认为教授年老体衰，再不做点什么，公司不出3日就有可能爆炸。小伙伴们好言相劝，希望教授能重返青春，向上天再借他个500年。艾米一看时机成熟，连忙安利：年轻态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 SPA 疗法，用的是应季鲨鱼的软骨灌肠剂。教授却认为如今年老的模样更适合自己，众人只好强行抬走教授，来到美容院。美容师先给教授打了一针肉毒杆菌，肉毒素可以除皱拉皮，一针下去效果立竿见影。教授的老脸紧邦邦，章鱼按摩师更是为教授来了一套脱皮疗法，宛若一坨坨史莱姆。美容师眼看不能毁了自家招牌，决定使用终极治疗方案，一个滚烫焦油中的全生浴，也叫返老还童水。教授一边嘟囔着年老的好处，身体却很诚实。为了让教授快速变年轻，班德加大力度，对池子不断抽泵，导致地面发生坍塌，所有人都掉到了池子中。重回池边的教授抹了把脸，众人惊呼：168岁的教授真的回到了53岁的模样。可其他人也都回到了小时候的样子。约翰高呼万岁，可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公司瞬间变成了幼儿园。莉拉感叹，这正是回家看望父母的好机会。当他还是孤儿的时候，就希望能在父母身边欢度童年。如今重回年少，莉拉如愿回到下水道。妈妈表示，如果你能忍受你老爸，那就欢迎回家，我们会尽量尊重你的自由。但莉拉不想这样，她想要的是真正的小孩体验，比如做作业、干家务。看她如此渴望，爸爸答应会成为最严格的父亲。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来干一杯吧。不行，我还没有成年呢。哦，好吧。王室农场，艾米母亲对小艾米很不满意，因为这样的话，她就没有机会抱到小外孙了。艾米父亲安慰道：别担心，也许他长不大，可他长得圆了。
与此同时，教授正在想办法让大家恢复原样。如今的他不再便秘，3个小时就要正常上一次厕所，养老金也被取消了。班德受够他的唠叨，决定离家出走。教授表示：好啊，我们在那边，只有你走了，我们才知道会不会想你。我再也不闹了。另一边，少年弗莱来到下水道接少女莉拉去约会。莉拉老爸很开明，你们俩想玩多久就玩多久，半夜回家小声点，别吵醒了我们。莉拉却很不满意，这并不是她想要的严父形象。而莉拉虽然表面想当小孩子，却依旧有一颗成年人的心。她果断和朋友举行赛车比赛，并在比赛上获得第1名。可由于手太短，够不着刹车，摧毁了地下世界的高中学校，被老师关了禁闭。另一边，教授已经找到让大家恢复原样的方法。虽然年轻态胶油饱和改变了时间的特种合金元素，使得大家返老还童，不过教授发明了一种嗜油菌，能立马清除胶油。弗莱赶紧把这一消息告诉莉拉，但莉拉并不想恢复原样，她在父母身边重新长大，弥补年少的遗憾。为此，她宁愿放弃工作，放弃原来的生活。弗莱很难过，但表示重新长大后会来探望莉拉。所有人进入喷菌室接受治疗，但随着可控感染程序启动，大家不仅没有恢复原样，反倒变得更小了。教授也从之前的53岁变成了37岁，甚至还在变年轻。原来嗜油菌贪吃胶油，在每个人的身体里到处散播特种合金元素，这使得大家每分每秒都在变得更加幼小，直至遭遇比死亡还要可怕的命运，最终死掉。约翰重新回到寄生鳗鱼的形态，一直在吸教授的血液。为了阻止时光一直倒流，教授需要一个保姆，因为变成小屁孩的众人实在太吵，因此教授把他们送到了莉拉家。就在莉拉给大家讲故事时，他在书上看见了年迈之泉。尽管它只是一个传说，但教授还是打算一试。就像曾经的牙仙也是个神话传说，但人家现在已经是 FBI 的头儿了。眼看时光仍在倒流，教授变成摇滚乐小伙，众人即刻出发前往年迈之泉。除了莉拉，其余的人再次变小，教授变成了少年，剩余5个人变成婴儿。紧接着，一行人来到目的地，一颗老得掉渣的太阳。他们在上面真的找到了年迈之泉，但由于年迈之泉的能量太大，他们不能在里面待太久，否则便会如同约翰的弟弟一样，直接衰老致死。至于约翰为什么会有弟弟，因为他回到了兄弟姐妹在他身上发芽的阶段。不仅如此，大家也回到了胎儿时期。班德更是变成了一盘设计图光碟。时间已经刻不容缓，教授立刻带着众人进入年迈之泉，并叫莉拉可以回家了。谁知一时失手，被漩涡带到了池子中央，上不了岸。幸亏莉拉没有离开，为了伙伴，她决定放弃失而复得的童年生活，毅然跳进年迈之泉，把大家救了上来。正当他们因为恢复原样而高兴的时候，教授却还在年迈之泉里挣扎。他自知获救无望，用尽最后一口气吼出：“兽人永不为奴！”说完便沉入池底。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怪兽帕祖祖解除隐身飞了出来，将他救起。人兽深情相拥，莉拉也不再怀念童年，觉得现在的生活也很不错，至少还有一群好朋友。为了报答帕祖祖的救命之恩，教授令他重获自由。平常的一天，弗莱正在和泡盐水澡的约翰看颜色小说的艾米玩送快递游戏。在他看来，任何快递任务没了他都不能算得上是任务，因为他就是任务。但事实上，没有他，快递小队不仅更好地完成了任务，还每人获得1块金牌。弗莱失落万分，为了弥补这次过失，他邀请莉拉今晚吃饭。莉拉果断拒绝，表示自己已经有约，对方非常重要，是他上星期在斗鸡会上遇到的一位市长助理，所以他必须得去。弗莱却说自己也很重要啊，至少某些方面很重要，比如撸尼普勒。可莉拉还是选择无视他，弗莱愈加难过，觉得自己连那些跑龙套的都比不上。对此，班德表示：“肉包，你忘了你是这部剧的男主角了吗？振作起来，让老哥带你飞。好啊，那去打保龄球怎么样？”餐厅，李哥利用特权成功让主厨给2人找了个好位置。正所谓礼尚我来，你来我往。他决定下次来检查卫生的时候也照着主厨。主厨为表示感谢，免费送他一个蟑螂面包。莉拉十分崇拜，问还有什么事儿是他不能做到的。李哥回答：永远不能让市长失望。另一边，弗莱在酒吧独自买醉，结果好巧不巧就碰见了约会2人组，他非常尴尬，莉拉却很开心，因为他正打算今晚不回公寓，让弗莱帮他遛尼普勒。于是悲催的弗莱又当起了铲屎官，但由于尼普勒的便便实在太重，他还没有捡起来，警察就开了罚单。这一幕刚好被莉拉和李哥看见，李哥说：“别担心，我搞点暗箱操作，看看能不能把你当做一个少年犯处理。”真是欺人太甚。弗莱气得踹垃圾箱，可垃圾箱也有他的用处。没关系，至少对尼普勒来说我是重要的，虽然只是给他擦屁股。尼普勒赞同，还表示擦屁股仅是他重要性中的一个方面。开口说话的他令弗莱十分惊恐，打人的他更是令弗莱昏迷不醒。接着尼普勒就把他带回母星永恒之星。在他和族人的眼里，弗莱是万能的救世主，因为人类的命运，甚至说一切存在的命运，通通取决于他。也就是说，弗莱是全宇宙唯一最重要的人。至于为什么，还要从几个月前地球被飞行大脑袭击时
时说起，那时所有人都认为弗赖疯了，但其实由于他是唯一一个对大脑精神打击免疫的人，而之所以免疫 Because I'm so smart? 则是因为他缺乏德尔塔脑波，这是一种基因变异，主要是由弗赖回到过去，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祖父引起。也正是这件事保护他免受那些大脑的伤害。如此说来，弗赖的确是全宇宙的希望，除非戴夫马修斯乐队不再摇滚。1000年来，邪恶的大脑们已经建立一个信息球体，它是一个巨大的储蓄库，容量是3个普通储蓄库的3倍，内容是宇宙中的所有信息，而目的就是去学习所有东西。现在他们即将达成目标，一旦目标完成，没有新信息可学时，他们就会毁灭宇宙。所以弗赖的任务是潜入这些信息球体，安装量子接口炸弹，把这些大脑炸回交叉宇宙，让他们有去无回，然后再做逃生跃逃离爆炸区域。顺便再说一句，弗赖缺的那条脑电波正好可以使他隐形，只要他避免激烈思考。数据湾随着大脑结束扫描，收集完成宇宙最后几个比特信息，信息球体开启保护罩，进行自我扫描，以便完成1000年大计。这也是弗赖进入球体的唯一机会。在尼普勒的指引下，他成功在大脑控制台安装好炸弹，如今只需要按下炸药引信，弗赖就能获得60秒的逃生时间。但他却中途停止，并问大脑：邮票背后的胶水都是由癞蛤蟆的粘液制成的吗？大脑回答：没错。因此他又问：恐龙到底因何灭绝？大脑回答：我并未显示数据未经许可。眼看被发现，弗赖慌忙中弄坏逃生跃，幸好他对大脑的打击免疫，可没了逃生工具，他也无法逃脱。情急之下，弗赖按下炸药引信，炸药进入60秒爆炸倒计时。他这辈子终于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带领好人战胜了邪恶。大脑却说，尼普勒并不是好人，因为他是害弗赖被冰冻的罪魁祸首。弗赖伤心欲绝，可尼普勒也是无奈之举，他是大家唯一的希望。尽管宇宙命运比个人生活更重要，但那毕竟是弗赖的生活，不是尼普勒的生活。后来信息球体被迫回到交叉宇宙，弗赖似乎永远被困，所以为了安慰他，大脑表示他可以回到20世纪继续生活。原来弗赖在进入冰柜的那个时空点有一个连接通道，只要去到那里，他便能阻止尼普勒把他推进冰柜，大脑也能继续学习毁灭宇宙。与此同时，里哥带莉拉来到火箭溜冰场，这里的票可是十分难买。记得有次弗赖排了6个小时才给莉拉买了1张票，而里哥却能轻松包下整个溜冰场，真是人比人气死人。2人开始愉快溜冰，看得孤儿院的孩子们十分眼馋。要知道，为了来到这里，他们1天都没有吃饭。莉拉于心不忍，希望里哥能满足孩子们的愿望，可里哥不仅没同意，还叫他们快滚。莉拉非常生气，抓过助理勋章就堵住了他的嘴。这时弗赖被大脑传回到20世纪，这里的尼普勒正在和之前一样实施计划，不过这一次他的身边多了一个弗赖。弗赖问他为啥不在冰冻前征求自己的意见，尼普勒说害怕你拒绝啊。他没想到弗赖会喜欢未来，既然这样，他打算让他自己来做决定。弗赖陷入思考，如果说未来真的有什么值得他去拯救，那就是莉拉，但他不在乎自己。尼普勒却表示不要放弃，假如你来到未来，我会尽全力帮你。很快跨年进入10秒倒数，弗赖必须选择现在还是未来，救自己还是莉拉。就这样，弗赖被困回信息球体，直到1000年后，他才再次把他送回交叉宇宙。所幸这次他逃了出来，回到地球。为了继续潜伏，尼普勒消除了弗赖的这段记忆。而一切似乎命中注定，冥冥之中那个人早已出现。不管你是不是全宇宙最重要的人，在他眼里，你都是最重要的人。Bring in the accused. 军事法庭，由于被告弗赖被指控前往禁区欧米咖第3行星旅游，所以审判长扎普准备对他执行枪决。莉拉及时阻止。几天前，他们原本想趁着教授打盹的时间，在烂点店租6部电影来看，可就在几人选碟的时候，弗赖竟然不小心说出禁语“星际旅行”，导致巡警车赶了过来。情急之下，班德只好把他藏进肚子里带走。他不知道，关于星际旅行中的一系列作品，早就在星际旅行大战之后就被禁了。这还要从23世纪说起。那时星际旅行粉丝会已经发展成一个体系成熟完善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影响力波及到一个又一个国家，就连各国首脑也日益感受到威胁，所以星际迷们被处以最原始的极刑，神圣的文献也被禁，包括最后一套录影带、79集电视剧、6部电影和搞笑拍摄花絮，他们都被倾倒在禁区欧米咖3上。从此人类的记忆中再也没有了星际旅行，真是又一个科幻经典夭折的例子。扎普不禁啧舌，不过他一点也不关心，这些成年网
往事，依旧沉迷于破案，命令基夫叫班德出庭作证。弗莱终于可以逃离枷锁。据他所说，弗莱后来跑进人头博物馆，找到了星际旅行演员伦纳德，并向他讲述此事。谁知对方似乎完全忘记星际旅行，只在乎自己的诗集。弗莱勃然大怒：“你不记得有一集你被寇克船长暴揍了一顿吗？”伦纳德只好承认，事实上他不仅没有忘记，还十分想念曾经的搭档们。300年前，他们就离开了地球，而伦纳德因为刚签下半年公寓租约，便不得不与他们分离。弗莱听后愤愤不平，当下决定带伦纳德去欧米伽3行星拿回录像带，让全世界都来看。莉拉和班德却不允许他去，他们不明白星际旅行对于弗莱的重要性，因为弗莱学会如何接受别人，无论他是何种族。当他身边没有朋友的时候，也是他让弗莱知道自己有多孤独。如此说来，的确是难以慰藉的凄惨。莉拉和班德可不能让他一个人去。一会儿，4人闯过禁区，危险降落在欧米伽3行星。这里的东西全都来自于星际旅行，比如纸板布景、演员比尔、米歇尔、乔治、沃尔特以及德弗雷斯特和龙套格。不要看龙套格长得不咋样，他在恶作剧中可是备受欢迎。至于几个人为何会像正常人一样，他们也不明白，只知道当初飞船急速下降，坠毁在行星上，然后醒来就有身体了。不仅如此，这里什么都不缺，而且青春永驻。简直就是 WIP 待遇。这时，一个声音传来，一团外星云出现在众人眼前。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做的。班德却质疑他的能力。弗莱伤心欲绝，审问仍在继续。在莉拉的表述中，外星云帮伦纳德恢复了身体。他表示，由于船员们把录影带扔到了行星上，他便看了一遍又一遍，特别是能量生物出场的第5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星际旅行。弗莱生气反驳，说自己才是最了解星际旅行的人。外星云恕不同意。多年来，他一直在等待扮演史波克的演员。现如今，这一刻总算来临。星际旅行剧组见面会随即开始。他还说，时间终止前谁都不能离开。大伙非常无奈，但也只能按照时间表依次进行签名会、合影、歌曲表演和沙瑞克大使细节挑战赛。最后，外星云命令演员们按照终极星迷及自己写的剧本来表演。几个人立即开始排练。为了不剧透，莉拉趁机申请回到飞船等待。外星云果断同意。 Not till I get my 600 quat loose. 3人成功逃脱，可无奈良心过不去。恰好莉拉又想到一个解决外星云的好办法，就是把飞船引擎动力连接到主武器，将它们配置到外星云的频率，使它的电子量结构负荷超载。于是3人即刻行动。外星云丝毫不知此事，他还在和演员排练剧本。随即班德搞定电量子，莉拉朝外星云开火，却没有想到他会从火力中摄取能量。飞船再一次被坠毁，外星云被他们的英雄行为感动，决定让2队相互搏斗，以看谁更值得他疯狂崇拜。而这白痴的想法同样来自于星际旅行。 Great list. Except you forgot episode 66. I was getting to that one! 就这样，一场关乎生命的战斗开始了。所使的武器是随手抄家伙。比起对打没经验的演员们，快递小队可是经验丰富。他们用木棍做矛，用虫子做弓箭弦，甚至还有机枪。但演员们聪明啊，他们派米歇尔用扇子舞引开快递小队，让乔治用空手道首批袭击班德。至于莉拉，就用不正确的方式来对付他。现场很快一片混乱，外星云连连叫好，众人犹如他恶魔跳级中的族子，不是收藏品。随着他妈妈叫他吃饭，大家才明白，这个看似强大的生物竟然是一个34岁的小屁孩。后来趁着外星云回家吃饭，演员们和快递小队齐心协力，将2架飞船合并起来。因为一架有生命支持系统，一架有引擎，正好可以互补。可由于超重，飞船还是不能起飞，所以这样才能带走所有的录影带。几个人欢呼雀跃，结果外星云也弄了艘太空船，大伙拼命逃跑，接着被扎普逮捕。回忆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大家继续投入战斗。班德不幸中弹，外星云说，如果自己拿不到星际旅行的原出版，就宁可毁掉它，也不会让他们得到。弗莱却表示，你不能让一部电视剧主宰你的一生，除了它，你还可以做很多事情，生活应该多姿多彩。在他的劝告下，外星云痛改前非，打算从爸妈地下室搬出去打临时工。尽管生而不同，他依然把弗莱当作朋友，而他的离开也让演员们明白，其实外星云并不邪恶。欧米伽3星云就像一个天堂，倒是弗莱这个烦人精令他们不能忍受。 Let's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这天，班德和弗莱正在玩高尔夫游戏，教授走过来说：“平时不磨刀，战场上不了。下一个任务，你们两个由于太水被除名了。”班德、弗莱击掌欢呼。莉拉突然出现，问其缘由。教授解释说：“此次任务危险系数为10，我带的上一届就是在这里挂掉的。这两货还不及他们一半的能力。”女强人莉拉不服气，那说说这个任务吧。教授回答：“收集蜂蜜，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切，我还以为是什么呢？不要小看这些蜂蜜，只要被他们蛰一下，你们便会七窍流血而亡。”赫米斯继续添油加醋，那还得是在不过敏的情况下。尽管教授和赫米斯用尽了各种恐怖的形容词，但莉拉仍然表示为小蜜蜂被停职简直可笑。莉拉随即鼓动弗莱、班德：“来吧，伙计们，为尊严而战！”三人果断出发，来到蜂巢。莉拉告诉两人，蜜蜂通过跳舞沟通，接着便将一个肢体语言安装盘植入了伪装成蜜蜂的班德。你的任务就是转移蜜蜂的注意力。班德对这项差事甚为满意。没走多远，弗莱打起了退堂鼓。我还是觉得做个菜鸡没什么丢脸的，我们回去吧。刚说完，大家就看见了公司的旧飞船。届时，他们发现了一个黑匣子。听了里面的录音后，大伙才发现，原来教授是故伎重演。这道明显是送命题，但来都来了，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在穿过一条防孔后，他们总算来到蜂巢密室。此地不宜闲谈，莉拉赶紧开始采蜜。这时，弗莱发现了一旁的蜂王浆。谈话间，一个不留神，脚下打滑摔了进去。莉拉即刻上前拉出了弗莱。这时，一只可爱的蜂后幼虫出现在两人面前。莉拉母性泛滥，哦，多可爱的小宝贝！我要把它带回去抚养长大，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建蜂房产蜂蜜了，真是一举两得。说罢，莉拉拿起罐子，准备为蜂宝带点口粮走。这时，班德跑了过来，我说：“你们好了没？我真的不愿意对这群胖子摇屁股了。”话音刚落，发福蜂后突然出现，他对班德嘀咕道：“你试试生1000个孩子，还保持身材。”由于母蜂受到侮辱，太空蜂即刻对三人展开攻击。好在莉拉为此次行动做了万全的准备，在她的帮助下，莉拉和弗莱成功回到飞船。至于班德，他抱在蜂后的蜂刺上，蜂后一屁股猛刺，本想了结三人，结果却促成了三人逃脱，飞船安全驶离蜂窝。莉拉兴奋不已。正在这时，蜂后幼虫突然醒了，弗莱立刻挡在莉拉面前，要伤害她，得先踏过我的尸体。哦，好吧，就先成全你。随后，蜂刺捅了弗莱，班德赶来，立马抓住幼虫，将其扔出了飞船。莉拉爬起来，看了看衣服上的小洞，哎，也不过如此。当他在呼唤弗莱时，却发现弗莱毫无气息。尽管无法相信，可事实就摆在眼前。众人为弗莱举行葬礼，莉拉难过不已，是我害死了他。但人死不能复生，还是节哀顺变。众人一一上前观望弗莱的遗体。强迫症约翰表示，真想拔掉他身上的那根刺。随后，牧师上前做最后的祷告。关于弗莱，我并没有很了解他，但我为他庆幸，他只用了15秒就断了气。尽管这15秒里注入了等同于15年的痛苦强度，对此我深表敬佩。废话说完，哀乐奏响，棺材合盖，送入天堂。就这样，弗莱被送向宇宙。教授悲叹道：“叔叔死了，再也没有人比我辈分高了。”班德也哭诉道：“虽然我一直在说杀光全人类，但我也一直在小声地说，除了一个，那一个就是弗莱。而这一切我都没来得及告诉他。世人一直如此，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发现很多事没来得及做。死亡让很多记忆清晰起来，而葬礼也不过是用悼念的方式换自己一个心安。”葬礼结束后，莉拉终日以泪洗面。突然，她看见了那罐蜂王浆，听说甜食可以缓解痛苦，于是她找来弗莱的勺子，舀了2勺蜜吃。果然不假，莉拉感觉好了很多。她很快便进入了梦乡。梦中，弗莱从棺材中醒来，告诉他自己没死。莉拉表示：“我亲自为你送的葬，怎么可能没死？”弗莱则告诉他：“为了证明我活着，你不妨去翻翻我的衣柜，那里面有我送给你的礼物。”随即，弗莱拿出样品，方便莉拉醒后参考。但莉拉想立刻打开它，弗莱告诉他：“打开可以，但你得马上醒来。”睡梦中的莉拉突然惊醒，为了一探究竟，一大早，莉拉便来到公司，并召集了大伙。她告诉大伙昨晚的梦，但教授却认为这是无稽之谈，眼见为实，还是先看看再说吧。莉拉打开衣柜，但里面却什么也没有。这时，班德数着钱走了进来，说自己当掉了弗莱衣柜里的所有东西，好在还算他有良心，唯独莉拉的礼物他留了下来，这让莉拉深信弗莱在某处活着。显然，在科学家的眼里，这完全就是臆想行为，所以教授决定给莉拉做个脑部扫描。哦，这种方式太暴力，换个温柔一点的。随即，教授拿来扫描器，很快，高科技给出了标准答案。教授告诉莉拉，他死透了，是完全死了的那种。莉拉还是不肯相信，那个梦又怎么解释呢？众人讨论后，给出了一个终极答案，那就是莉拉由于悲伤过度，可能是疯了。又一次夜晚来临，莉拉再次梦到弗莱。这次弗莱为了证明自己真的还活着，他带着莉拉来了次浪漫的冰上之约，两人浓情蜜意，相敬如宾。冷风中，弗莱还温柔地为莉拉披上了自己的外套。但和上次的梦一样，莉拉很快就被弗莱推出了梦境。但无法解释的是，醒来的莉拉依然披着弗莱下葬时的外套。她非常激动，这下她更加确定弗莱一定活着。她赶紧来到公司，看，这次我有证据了。她亲自给我的这件夹克。教授回答：好在弗莱死得不久，
我记得他的夹克是红色的。大家都看得出来，莉拉手里拿着的是自己的外套。艾米上前安慰他，但他却听见了教授的声音。眼下他不得不怀疑自己可能是真的疯了。那我得可能再吃2勺蜂蜜来减轻一下痛苦。教授听后非常惊恐，你一个弱智，这个东西你也敢吃？约翰继续解释：1勺令你冷静，2勺使你入睡，3勺令你翘翘。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那么回事儿，还是要亲自体验一下。莉拉1勺接1勺的吃蜂蜜，而刚在他将要吃到第3勺的时候，蜂蜜却不小心被自己打翻了。更惊奇的是，洒落的蜂蜜汇聚成了弗赖。莉拉赶紧带弗赖找教授解释这一怪现象。原来由于弗赖在蜂王浆里留下 DNA 和脑电波，刚好莉拉洒落的又正是蜂王浆，所以他便再生了弗赖。大家激动欢呼，莉拉感觉终于松了一口气，我终于不用在愧疚和自责里度日如年了。弗赖却告诉他，是的，但你得醒过来。醒过来？哦不，这绝对不是梦。原来这也只是莉拉的梦境而已，而这一切只是个开始。接着他还看见大家一个个被蜜蜂蛰爆，他意识到自己真的出问题了，所以他决定去找弗赖的尸体。他要把弗赖的尸体放在自己的床下，以便提醒自己弗赖死了的事实。但当莉拉打开棺材后，里面并没有弗赖的尸体，相反，棺材里的炫光将他带回了公寓，而公寓四周全是大火的斥责声。莉拉终于承认自己已经疯了，庆幸的是，她很清楚自己疯了。她想到了和弗赖的梦，越发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既然梦里会感到轻松和快乐，那就永远不要醒来吧。随即，她拿起了蜂蜜，一勺一勺的吃了下去。但当正要吃下第3勺时，照片中的弗赖喝止了她。在弗赖的劝说下，莉拉扔掉了手中的蜂蜜，顿时房间里蜜蜂漫天。莉拉害怕的抱起了弗赖的相片。弗赖对她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见我说话，但无论如何，我都想告诉你，我爱你，莉拉，拜托醒过来，拜托你一定要醒过来。”莉拉再次醒来，而这一次她是在病床上。原来，虽然当初分刺穿过了弗赖的身体，可其毒液全都注入到了莉拉的身体，因此弗赖并无大碍，而莉拉却陷入了深度昏迷。医生表示，也许莉拉永远也不会醒过来了。而在她昏迷期间，弗赖日夜坚守在她的身旁，因为他相信总会有一天，莉拉会听到他的呼唤，再次醒过来。随着火炬被点燃，3004年地球奥运会正式开始。看着各个代表团陆续登场，弗赖发愁该给谁加油。艾米说：“老套的法国人怎样？”莉拉强烈抗议，多元文化论已经让教授愤怒。在他的提议下，大伙来到后台看赫米斯。虽然他在20年前就没有资格做一个奥林匹克级别的凌波选手，但由于牙买加队在机场被拘留，所以赫米斯将作为替补出场。不过弗赖还是比较担心他发福的身材。幸好教授拿出了人造纤维动力学衫，他会重新分配他的体重，让重心尽量靠近膝盖。说完，一个标准的凌波运动员体型出现在大家眼前。而此时，班德最期待的机器人弯折比赛开始了，他倒要看看这些小样有多厉害。荣誉之梦就此破灭，班德伤心至极。随后，男子500米凌波比赛即将开始，赫米斯和苗条男在赛道上准备，顺便再互相放个狠话。他嘲笑赫米斯又矮又胖，只能在时尚方面凌波，而冠军非自己莫属。赫米斯则表示姜还是老的辣，可事实证明，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只能躺在沙滩上。最终，赫米斯还是因为身材出局，金牌依旧是苗条男所得。悲伤的气息弥漫在小伙伴周围的空气中，班德愈加难过。这时，广播播放女子机器人折弯比赛马上开始，班德心生一计，通过男扮女装，他成功进入比赛，然后接连在女子折弯比赛中创纪录的拿到5块金牌。班德欢呼雀跃，却没有想到所有得奖者还必须进行性别检测，因此为了成功拿到奖牌，班德祈求教授把她变成真正的女人。我想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好。但看他对变性手术如此渴望，教授首先说明，把机油换成润滑油是一项复杂又危险的程序，它将会引起剧烈的情绪波动，并且结果可能不可逆。然后几人潜入手术室，尽管这过程恐怖又变态，可弗赖还是因为好奇看了下去。几个小时后，手术终于进行到尾声，班德体内的男性机油全部被换成女性机油，老二也被剪掉。在性别检查员等得不耐烦时，他总算出现在众人眼前，充满诱惑力的声音加上完美的身材，班德很快收获了奖牌、鲜花以及一大片欢呼声。小伙伴却对他这个造型非常不适应。艾米说他是个怪物，弗莱不相信他真的变成了女孩。实际上，虽然班德现在还不是女孩，但随着女性机油正在渐渐流入他的处理器中，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女性化，比如接电话嗲里嗲气，参加电视节目要弗莱帮他选一套便服。另一边，演员小黄正在录制班德
德即将要参加的节目。双目无神的他机械地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之后，由于班德在台上火辣的表演，小黄立马双眼放光，邀请他共进晚餐。班德果断同意。要知道，小黄可是他一直以来的偶像，所以为了给对方留个好印象，班德叫众人帮自己挑选约会服装。弗赖却担心他真的会对小黄感兴趣。班德回答：当然不，只是唯一一次想跟名人吃晚餐。莉拉认为男约会很可耻，建议他不要涂那么多的口红。班德却涂得更多，还说男人就喜欢作的女人，难怪姐妹俩还没嫁出去。对于那种事，班德也想好对策。如果小黄要开车，他就用承诺堵住他的嘴。说完，愤怒而去。看情绪波动已经越来越剧烈。教授表示，他将会成为自己情感的奴隶，如同莉拉。餐厅，漂亮的班德连主厨也忍不住调侃一番，小黄则直奔主题，只想快点跟他享受珍贵时光。班德生气拒绝，我是那种随便的女人吗？于是小黄又带他来到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游艇上。随着两个人的逍遥快活，恋情很快被曝光。小黄送给班德非常多的礼物，甚至于每天都会送他一件首饰。他似乎真的爱上了班德，可在班德眼里，这只是一个游戏。等他变回男人，他就要卖掉这些礼物。话音刚落，小黄穿墙而入，接着拿出钻石戒指向班德求婚。班德感动同意，大家瞠目结舌。也许关于口红的看法，他是对的。或许弗赖再多一个姐妹也不错。班德却说这场婚姻是个阴谋。原来他计划着先和小黄结婚，然后再离婚，得到他一半的财产后就变回男人。不愧是班德，眼里只有钱，就像婚礼企划人约翰眼里只有食物一样。第二天，在热气球上，小黄又送给班德一个心灵遥控器，它代表班德对他的感情支配能力。如果不能跟班德共度余生，他宁可从热气球上跳下去。真是此心昭昭，日月可见，元氏眈眈，天地可表。就算是放弃演艺生涯，小黄也要和班德在一起。一番话感动的班德痛哭流涕。在伟大的爱情面前，或许金钱没有那么重要。班德决定放弃阴谋，他不想伤害小黄。教授表示，他已经进入女性最后的衰弱阶段，无药可救。最后，在班德保证永远不再做女人的前提下，莉拉打算帮他解决这件事，而解决办法就是演戏。这是小黄唯一能承受失去班德痛苦的办法。因此，按照计划，班德在婚礼上说誓词的时候晕倒，约翰假模假样给他诊治，然后说他得了非洲液压热，因为剧中的小黄也得过这个病。不过液压热只有在刚果钻石矿的人才会患上，所以为了让故事更具说服力，莉拉友情客串了刚果女郎，并给班德狠狠一脚。小黄痛不欲生，用一句为什么把班德从鬼门关拉回来。事情却并没有结束，刚果女郎前脚刚走，刚果小伙又来了，他给了班德致命一击。所以，为表达悲痛之情，小黄选择主演一部纪念他的电影。很快，电影上映，教授把班德变回男儿身，看见以前那个自私无情的班德又回来了，众人十分开心。这场经历似乎并没有改变班德，只有小黄一个人付出过真心。但其实，晚安，我的爱人，晚安，小黄。一天，众人来到机器人市场，保姆机器人耐心温柔，机器人天线可爱无比。You should try it out, Bender. Please, I have some dignity. 教授的死对头又在台上啰里吧嗦，他表示自己的机器人宇宙天下无敌好，根本不把恩师教授放在眼里。因此，两人开始了拳击表演，两个机器人则去划小船去了。结束完幼稚的战斗，几人来到老妈公司年度产品发布会。经过17年的发展，机器人的未来终于降临。随着小白的出现，老妈说她会让她之前研制的机器人都感到羞愧，这引起了台下机器人的强烈反对，尤其是班德，他认为自己才是老妈最棒的产品。可是，在老妈眼里，他不仅过时，还会污染环境。只有小白能够消耗污染物，并产生松果清香的新鲜纯氧。接着，他让两人 PK 整理零钱，小白又快又准地完成任务，班德却把钱都放进了自己的腰包，台下嘘声一片。事实证明，小白的确很厉害，就连教授都买了一个带回公司。回到公司的他，不只能清理尼卜勒的臭窝，还会给他一个香吻，引得班德怒气冲冲。虽然他不会打扫臭窝，但香吻谁没有？为了让他将功赎罪，赫米斯叫班德去房顶安装假卫星碟，以便干扰邻居。他叫小白也去帮忙，班德却说不需要菜鸟帮助，说完就揍小白。可天不随人愿，人家不仅毫发无损，安装好了卫星碟，还救下跌落房顶的他，真是好一出英雄救美，大伙纷纷鼓掌。班德只好用苦肉计来博得同情，他将自己装进垃圾桶，故意走到
众人面前，然后叫大家不要理他，他会把自己扔掉。可怜的模样还真让人心生怜悯。莉拉打算让小白把他拉出来，班德疯狂拒绝。他之所以不接受小白的帮忙，是因为害怕他，尽管他只是一个让生活更加方便的工具。于是教授决定帮助这个小可怜。他告诉班德，只有通过升级令自己兼容小白的新技术，才能改变现状。虽然班德觉得自己已经很完美了，但看弗莱无所谓的表情，他还是来到老妈机器人改造工厂，准备进行小白兼容性升级。可见了排在前面的魔鬼机器人，在电流的刺激下变得不再是自己。班德临时改变主意，一跃而下。他不能失去机器人的本性，但不升级又不能见小伙伴，忧伤的他把警告牌折成小船，决定乘船驶向未知的领域。后来经过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班德来到一座荒岛。既然是荒岛，那首先得找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接着是写求救信号，最后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食物，也就是班德的啤酒。如果啤酒没了，那就大哭一场，然后继续寻找食材制作啤酒。显然这里没有合适的工具。Hey, I should be mad at you. Now turn around. 班德体内的能源越来越少，以至于出现了幻觉。幸好3个不愿升级的过时机器人救了他，他们分别是必须插磁带才能讲话的录影带播放器，水轮不转动就会断电的小美，以及内存不足忘记妻子长啥样的小呆。他们表示，如果班德愿意，可以随时加入3人，过一种没有科技的简单生活。可班德并不愿意，他需要科技，尤其是电视。对此，小呆建议他看蜗牛爬几个小时，班德嗤之以鼻，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于现实。见过蜗牛爬过鹅卵时，班德拿出 CD 庆祝，小美却说那是非自然产物，他们应该聆听大海。班德觉得言之有理，立即踩坏所有 CD， 过起了悠然自得的新生活。小美见他如此有觉悟，送他一台被冲上来的洗衣机，班德却扔掉洗衣机。他表示科技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东西，所以为了改变自己是岛上最发达科技的现状，他用木头代替了原本的身体，并向科技发起挑战。而后4人自制潜艇，在大海里划了3个礼拜，终于回到城市。在班德的带领下，他们抢劫科技小玩意点，破坏试验火箭，用石头堵住老妈工厂的排污管，还弄坏孤儿园的电灯。做完这些，小戴打算回岛上数石头庆祝，班德却把目标放在了星际快递公司，因为只要小白还在一天，他们的任务就还没有完成。随着一声令下，小美趁机对他表白，公司瞬间陷入黑暗。莉拉点上蜡烛，看见班德，他问他到底有何目的。班德回答，目的很简单，不过是想让小白领盒饭而已。小白听见命令，立马开始自暴自弃，但班德才不用他假惺惺装好人，他自有办法。无奈队友不给力，2次都没有打中小白，全都打中飞船，大伙因此被困，飞船的燃料也跑了出来，被蜡烛点燃。紧急情况下，班德立刻去拿灭火器，可腿已经被白蚁蛀断，手也因为太用力断掉，他只好用眼睛爬到火堆旁，看着身体瞬间燃烧。班德懊恼自己为什么不升级，最后通过把小白看作是一个营救朋友的工具，自己是一个英雄，班德接受了他的帮助，让他成功救出朋友们和约翰，而自己却只剩下眼睛和嘴巴。其实他从未想过伤害大家，只是想要毁掉他们相信的一切，却没有想到从而克服不能忍受小白的毛病。事实上，来到荒岛和毁灭科技全是班德在被升级时的幻想，因为每个人在升级时都有不同的感受。班德迷迷糊糊走出工厂，虽仍有疑惑，但现实不就是你正在做的东西？因为做实验，教授又把公司炸了。弗莱莉拉临危不乱，依旧正正经经地谈论着恋爱状态。我们很久都没有去约会了。那个我有难言之隐。为什么？难道你不爱我了吗？好吧，其实我是得了脚气。好在公司没他之前，爆破威力便消失了。接着，教授召开集体会议。各位，好消息，我没有被炸死，但我要你们把这个差点炸死我的实验设备扔进太阳里焚烧，因为只有太阳的威力才足以使其彻底毁灭。约翰非常好奇，它究竟是何方神圣？住手！这不是能随便打开的。总之，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们它是个啥，所以不管好奇心有多重，谁都不能打开它。所谓越是神秘，越是好奇，众人开始纷纷猜测盒子里到底是什么。约翰终于控制不住，想要冲过去打开它，结果被赫米斯武力拦截。为了以防万一，赫米斯将此重大看守任务交于公司里最能打的莉拉。班德弗莱从来都不是省油的灯，越是看得紧，越是要去一探究竟。两人从超高温蒸汽款爬摸到看守室，在班德专业技法下，他们成功偷走了盒子。结果打开盒子一看，里面只不过有一串彩灯和一瓶没标签的酒。殊不知这是莉拉的障眼法，毕竟莉拉可是专业走标20年，熬过首次
次夜班后，一切都相安无事，他不禁抱怨起来：为了一个不知名的盒子，我连昨晚的肥皂剧都没追。然而我居然连看他一眼都不行。算了，熬了一个晚上，还是先来杯咖啡提提神。但在投币的瞬间，他的毅力还是瓦塌了。好吧，正面就看，反面就守。看来天意如此，那就怪不得我了。尽管他还是犹豫了一下，但想到这是天意指示，还是打开了它。哦，它居然如此之深，已经超出了正常盒子的深度。就在莉拉埋头探望之际，却不慎被盒子吸了进去，接着又被弹了出来。众人纷纷走了进来，而莉拉忙于掩饰，没有偷看盒子，竟然没发现大家的异常。弗莱染黑发，班德变镀金，教授穿粉托。直到那个和他长相一样，却有着一头红发的莉拉走进来时，他才意识到这不是他所在的那个世界。面对两个莉拉，大伙一致认同紫发为假，红发为真。他们准备将紫发莉拉抓起来，就在这时，粉红教授制止了他们。人老了，记忆力还真是不行了。我忘记告诉大家，盒子里有个平行宇宙。当平行宇宙被创造出来时，两边宇宙相同的两个人相遇后，会组成邪恶双胞胎。莉拉反驳：我不是坏人，我很真诚，我的蚂蚁信用分可有700分。众人对此深表质疑。为了能得到更多有效信息，教授派红色莉拉去紫发莉拉的宇宙里打探。我倒要看看那些家伙有多邪恶。耗时不够5秒，盒子里蹭蹭蹦出弗莱等人，除了赫米斯。就这样，大伙一同来到了这个平行世界。届时，两教授争吵了起来。哦，我创造的平行空间造就了你，闭嘴，你才是我的投影。于是双方大打出手。这样打下去毫无意义。于是，在两教授的主持下，召开了首次双领导会议。教授先开口：简单来说，我碰巧创造了装着你们宇宙的盒子。粉红教授接着说：同样，我也在失误中创造了装着你们的盒子。莉拉表示，这样开会实在太乱了，要不就把我们这边称作宇宙 A， 把你们这边称作宇宙 B 吧。没想到，这却引起了大伙的不满。凭什么你们是 A， 为什么我们不能是 A？ 弗莱表示说：先说先得。于是双方开启口水大战，连教授也表示：谁让我们这边的莉拉先开的盒子呢？红发莉拉解释：我也抛了硬币，但由于是反面，所以我没打开盒子。于是眼下局面全部甩锅于那个硬币。教授表示：你们这里的风土人情还真是让我感到恶心，所以我决定要回到我们那边去了。我们穿越的盒子在哪里？粉红教授却拦住了他。我知道你就是想回去毁掉那个装着我们宇宙的盒子。教授回答：我没你那么狭隘，你才是那么想的。废话不多说，反正我会把那个盒子藏起来，你们永远也找不到，除非我确信你们不邪恶。于是两教授对各自的队员发出警告：看好你们的平行体。万万没想到的是，平行体莉拉和弗莱已经结婚了。班德和平行体走到大街上，班德问道：去不去看脱衣舞？平行体露出鬼笑：就等你说了。一阵简单的沟通后，他们握手言和。艾米和平行体也为各自涂了不同颜色的指甲油争吵不休。莉拉、弗莱同平行体一起来到了餐厅用餐，他们即刻开启了采访模式。话说，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于是平行体们分享起了他们的恋爱琐事。其实他们恋爱过程和莉拉、弗莱的日常差不多，但平行体莉拉表示，他们这段婚姻的关键还是在于一枚硬币。我扔出了那枚硬币正面向上，所以我便和平行体弗莱去了约会。弗莱立马反应了过来，那么你就是丢出了反面对吧？怪不得你说你要去见鬼。平行体莉拉告诉莉拉，你没去这场约会真是太可惜了，因为那次约会，平行体弗莱送了平行体莉拉一条钻石发带，之后两人就结婚了。而弗莱则在钻石演唱会上被一个叫发带的人打了。不仅如此，硬币还决定了教授的开颅实验，结果平行体教授的硬币正面向上，于是他的脑袋上有一个疤。约翰也和平行体交流起了工作生活的经历，两人也找到了共同点，他们老是被同事嘲笑，越聊越气愤。而就在抱怨间，平行体约翰说：我看到教授把盒子藏哪儿了。与此同时，两教授终于达成共识，他们召开了第二次双领导会议。经过我俩慎重研究，大家都不是邪恶的人，所以我们都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了。就在这时，平行体赫米斯走了进来。话说，你们不是毁盒子去了吗？怎么还没动手？莉拉问道。你难道不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奇怪吗？不，现在我只想到了我奶奶说的那一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哎，最后还是得我亲自去把盒子毁了。两教授突然发现情况不妙，如果这里的赫米斯想要毁掉盒子，那么那边的赫米斯 ，Oh my god！ 眼下要想活命，大伙就必须马上回去制止他。但当平行体教授去拿自己藏好的盒子时，发现盒子居然不见了，原来是平行体约翰将它拿走。此时，约翰还对其进行膜拜。与此同时，赫米斯带着盒子已经来到了太阳的边缘。
平行体约翰告诉大家，我已经感应到他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哦，这下是真的GG了。此刻平行体教授表示，也不是完全失去了生机，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盒子来装原来的世界。说干就干，不一会儿他们造了很多盒子出来，但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众人想要的盒子，大家都焦头烂额。唯独班德和平行体表示没什么可怕的，因为他们在临死时找到了那个真正了解彼此的人，死而无憾了。这时约翰和平行体抱着盒子出现，大家立即围堵二人。慌忙之中，约翰误入了另一个平行世界，随后平行体约翰也紧跟而上。而最糟的是，所有盒子倒成一片，众人根本无法分辨他们到底是进了哪个盒子。但大眼瞪小眼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于是平行体教授提议，我们分别去各个宇宙找他们。为了防止大家走丢，每个人绑一根绳子，方便认路。大家立即行动，所以一场猜猜我在哪个盒子里的捉迷藏开始了。他们分别经历了无眼宇宙、大头宇宙以及机器人宇宙后，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教授在一个黑道宇宙里发现了约翰二人，并夺回了盒子。于是所有人回到原来的世界，并成功赶在赫米斯按下销毁按钮之前阻止了他。事情圆满解决，也该分别了。平行体们纷纷回到自己的世界。这时弗赖又邀请莉拉约会，莉拉表示，我觉得我应该先抛个币。弗赖焦急地问道：“正还是反？就当它是正面吧。”同时，教授利用时空外翻，把盒子与平行体的盒子交换。简单来说，现在他们各自的手里都分别拿着自己的宇宙。随即，班德抱着盒子摇了摇，整个公司都开始晃动起来。教授解释说，一切存在和即将发生的事情都在这个盒子里，所以大家必须像珍惜生命一样去珍惜它。据报道，因为扎普带领士兵们占领了蜘蛛人的母星，缴获了价值1万亿美元的丝绸制品，所以尼格松心情大好，决定把制毒之后盈余的丝绸派发给所有纳税者。派发形式就以他的滑稽头像为消费券，免费送每人300大洋。这就好比天上掉馅饼，大家非常开心。班德想趁机快活，莉拉想和金鱼游泳，保洁大叔要去捡个价值300美元的新发型。约翰终于活得像个有钱人。但对于富婆艾米来说，300美元只能买100杯咖啡，这倒和弗莱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当即就买下了第1杯咖啡。这时，扎普邀请莉拉和他的怪胎同事参加银鱼丝绸特别招待会，顺便炫耀了用300大洋租的奖章。意外之财的喜悦传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流浪汉也从全是裂缝的房子搬进顶级公寓，基夫用300大洋租了个脚踏飞机，虽然自己累得像条狗，可是只要女友开心，一切都值得。而艾米则用那笔钱纹了一个拜金主义的纹身。至于教授和班德，他们来到一个基因工程，买下1磅能对抗老化的真菌细胞，一个在烟店左看看右瞧瞧，没想到这破烟店还真有好东西。老板说它是由美国宪法原稿制成，并且是由年轻的伊丽莎白女王亲自卷的，能够出现在这里全靠盗墓贼。听得班德眼睛都直了，他打算花300大洋买它，但老板不让，他只好买300块的盗贼工具。另一边，赫米斯给儿子小黑买了竹笨靴，那么大的警告标志一定很好玩。小黑却一点也不想玩，他想像老爸一样投资。于是赫米斯穿上它，希望儿子能够回心转意。结果事与愿违，反倒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真是让儿子操碎了心啊。与此同时，某玩真菌细胞的教授一下子回到了18岁，就连衰老的心脏也跟着蠢蠢欲动起来。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像暴发户，约翰来到珠宝店买宝石。不过几块发光的石头是个什么东西？他甩完宝石扬长而去。水族馆，莉拉如愿花300大洋买到了明天中午与金鱼游泳的门票。弗赖在海星巴克买下了第2杯金鱼咖啡。基夫还在天上继续累得像条狗。其实他还用那笔钱给艾米买了礼物，是一块需要上发条才能显示他们俩各自时间和靠爱驱动的手表。没有哪一个女孩不喜欢礼物，所以艾米忘乎所以，又顾着跟好友打招呼，导致飞机差1秒就要垂直落地。所幸有惊无险，但手表却被金鱼吃了。基夫难过的大哭。约翰提醒他，上次送的手表是不是也被他吃了？要想解决掉这个问题，只需要催吐。刚好莉拉和金鱼有个约会，保洁大叔表示实行这个计划还要一条烂鱼。于是几个人来到餐厅，弗赖喝下第31杯咖啡，教授和心动女孩牵手成功。莉拉到后厨拔掉冷冻鲜鱼冰箱的电源，然后再若无其事的从里面出来。一旁大厨为约翰端来鱼子酱和鹅肝，约翰却不甚满意，这根本没有鹅也没有鱼嘛，全是鸟的肝脏和鱼卵。难道富人只吃食物上最垃圾的部分？如此说，约翰昨天还在吃垃圾呢。他再次潇洒离开。晚上，班德利用买来的盗贼工具潜入烟店，成功偷走大烟卷，丝毫没有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器传到了警察眼里。次日早上，赫米斯的儿子还在笨竹靴上，莉拉和艾米拿到烂鱼，弗赖在咖啡馆喝下第51杯咖啡。尽管身体像是上了发条，脸油腻的不行，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什么都能停，咖啡不能停，我需要睡眠。
咖啡时间到。班德就不像他那么随便，为了对得起300大洋，他决定把大烟卷留到正式招待会上抽。中午，莉拉无视标语给金鱼投食成功，还免费送了他一件泳衣。约翰继续学富人，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教授和心动女孩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接着，金鱼表演催吐大法，引得前来逮捕班德的警察驻足观看，让班德趁机溜走。而基夫虽然拿到手表，却被警察逮捕，因为金鱼专家说他拿了水族馆的财产，手表也因此摔坏。几个小时后，招待会如期来临，扎普向众人炫耀战利品挂毯。约翰见夫人喜欢，便打算用全部家当买下它。老妈听见一阵嘲讽，表示她把又傻又穷模仿得惟妙惟肖，转身问这鞋擦多少钱。扎普回答10亿。Hey, what a... 随着弗赖喝下第99杯咖啡，班德也抽上大卷烟。看见艾米第一次在聚会上哭，保洁大叔说：“不用担心，基夫，监狱也还不错，只是有时你调酒，有时候你被调。”事实上，金鱼专家在乎的不是表，而是基夫身上粘着的珍贵龙涎香，一种雄性鲸消化道内产生的油状物，通常被用于制造最好的香水。他表示，只要基夫把它刮下来，就放他走。于是。招待会仍在继续，教授正在与女友卿卿我我，谁知皱纹悄然而至，他仓皇逃走。女友上前询问原因，教授只好说出实情，却没有想到女友也把钱花在了一个疯狂的治疗上，她的真实模样其实是一个大胖子。两人继续甜蜜，基夫拿出为艾米制作的龙涎香水，原来他还在那个地方藏了一点。艾米迫不及待喷上，把众人熏得想吐。约翰却无暇顾及这些，他伤心地来到贫民区，一切仿佛从未改变过。周围依旧是吃垃圾的流浪汉，钱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后来，由于赫米斯的竹笨靴打掉了班德的大卷烟，所有挂毯都被烧毁，招待会一片混乱。眼看防火门也着火，大伙都被困。弗赖喝下最后一杯咖啡。时间瞬间被定格，他不慌不忙救下所有人，又用灭火器将火灭完。当做完这一切，时间才恢复过来，众人才慢慢苏醒。约翰也终于想到一个让钱使自己快乐的方法，那便是请流浪汉吃饭。最后，大伙加入这场聚会。赫米斯给儿子1分钱做投资，尼格松后悔不已，班德终究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难得的一次休假，大家来到国家森林徒步旅行。据说大脚怪经常在这附近出没，上周就有个瞎子游客摸到它了。教授一听便知道这是胡扯，也只有弗赖这个傻子才会信。他还表示大脚怪是他的英雄，因为他是个不同于其他流行怪兽的孤独怪兽。对于孤独，约翰深有体会。莉拉却叫他感情不要这么充沛，搭帐篷才是正事儿。可班德并不想睡帐篷，他觉得睡在星光下就很舒服。由于这里也是国家大脚怪保护区，护林员开始为大家播放相关短片。短片讲述了大脚怪原本可能生活在西部的茂密丛林中，但因为人类的砍伐和扩张，他们的栖息地受到破坏，所以为了用更广阔的土地来隐匿自己，通常他们会栖息在岩石后面，或者是浓雾和离礁区域。作为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谋，保护大脚怪人人有责。当然，前提是他真的存在，毕竟至今也没人见过大脚怪，就连护林员也只是在梦里见过他，并且他也没有大脚怪的粪便，这让教授更加相信那是胡扯。班德嘲笑护林员纯粹是在虚度光阴，因为傻子都知道应该在森林里安装摄像机对大脚怪进行监控，可他们竟然以太花钱恰好相信大脚怪的人都破产了为借口，听得班德不得不再次捉弄他。在哪儿？你的脸上。所有人都跳班德舞。晚上看着星空中全是卫星广告，众人陆续回帐篷睡觉，班德则在外面喂蚊子。后来由于实在受不了恐惧，班德呼唤弗赖，弗赖以为是大脚怪，连忙从帐篷里跑了出来。班德趁机进去睡大觉。而弗赖依然沉浸在对大脚怪的幻想中，结果大脚怪没看见，反倒被外星飞碟劫持了。次日，当他一脸惊恐地回到野营地，大伙都愣住了。原来，在约翰的好心提醒下，弗赖终于发现了这个事实。班德说，他之所以会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他的英雄班德。不过弗赖可没有心情跟他玩闹，他向大伙诉说昨晚的经历。艾米却只是关心外星人。好在约翰答应给他安一个完美的假鼻子。这一点也不完美好吗？甚至非常搞笑。
虽然弗赖一点也不想用幽默掩饰痛苦，他难过的拿下假鼻子，表示只想要自己的鼻子。可事实上，他的鼻子确实是没有了，这让他变得更难看。但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有此遭遇的人，跟他同病相怜的人还有很多。至于外星人为何要盗取人类鼻子，主要是因为这在外星世界是价值不菲的春芳。于是为了鼻子不被吃掉，快递小队立马跑遍了星际中每个肮脏的集市，包括淘气市场，可依旧一无所获。最后他们来到2元狂野商店，老板担心他们是条子，在班德糖果玩具贿赂下，他才拿出一包人类鼻子，可里面并没有弗赖的鼻子。弗赖只好拿出照片询问他，但鉴于行业的非正当性，客户记录必须严格保密。但说白了就是没挨揍。挨了揍，老马马上乖乖拿出买走弗赖鼻子的客户信息，他正是8号星球的国王。3人又来到8号星球，弗赖祈求国王归还自己的鼻子，国王却表示，像他这么强壮的男人怎么会需要那玩意儿，他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用的。可慌张的表情早已出卖了他。当他叫侍卫把快递小队赶出去，弗赖打算和臭鼬结婚的时候，王后从一旁拿出了鼻子，莉拉赶紧用脸用紧急激光帮弗赖安装好鼻子。这下他不仅能闻到脸被烧焦的味道，还能闻到丁香的味道。看见丁香，王后就一肚子气，因为国王的第一个老婆喜欢丁香。大厅里顿时硝烟四起，弗赖和莉拉正准备撤退，谁知道班德告诉国王，比起鼻子，老二更适合做春芳，害得弗赖的老二再次陷入危险。国王还吩咐侍卫把他拿到皇后的寝宫和短袜放在一起。危急时刻，莉拉说出夫妻2人的问题关键，她觉得与其用春芳解决问题，不如回忆一下当初吸引彼此的东西，比如国王以前保护小兔子，王后以前只穿3号衣服，但时过境迁，国王依旧没有改变主意。不过如果弗赖能替他们找回激情，他可以考虑放过他。就这样，几人来到森林，国王和皇后开始了烛光晚餐，其过程却并不愉快。国王还是想要弗赖的老二，和王后的感情也是一团糟。好不容易吃了美食，心情好一点，他又为老二准备棺材，莉拉只好拿出王牌高歌一曲。结果2人以为他在进攻，命令下属即刻拿走弗赖的老二。最后虽然班德帮助弗赖逃脱，但弗赖依旧没有逃出国王的手掌心，一切似乎已成定局。突然大脚怪出现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护林员。护林员想要麻痹大脚怪，好砍下他的脚证明存在，然后再把他扔回森林。国王及时阻止，在他看来大脚怪是可爱生物，而通过这件事他也总算明白，假如自己真的拿走弗赖的老二，那和恋足癖护林员有什么区别？尽管他还是拿走了大脚怪一撮毛发，可这无伤大雅，万物都应该有尊严和神圣的光辉。多愁善感他也让夫妻2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快递小队满意离开，大脚怪放心而去。半夜，班德被笛声吵醒，他忽略门上的标签，贸然打开弗赖的房门，吓得弗赖赶紧将全息情感笛藏起来。因为害怕嘲笑，他只能偷偷练习。可惜智商早已经决定笛子的水平，但弗赖并不打算放弃，只因学会全息情感笛，莉拉就会喜欢他。而恰好星期2有个笛子独奏，弗赖邀请班德一同参加。很快，2人如约来到独奏会，看着小朋友精湛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弗赖胆战心惊上了台，然后不出所料，把现场变成了恐怖屋。家长们把他轰下台，2人悻悻而去。其实弗赖脑中能想象出旋律，可双手就是不听使唤。这时莉拉走了进来，弗赖将笛子藏起来。听说2人去了音乐会，莉拉表示前男友肖恩也会吹萨克斯，尽管他是个文盲，毫不起眼，长得丑还驼背，但当他演奏时，他总会不自觉地被他吸引。没有什么比这更让弗赖生气的了。为了学会全息情感笛，班德建议他去跟机器魔鬼做个交易，于是2人来到地狱。对于弗赖想不练习就把笛子吹得很好的请求，机器魔鬼说他只需要一双笨拙的双手，即从宇宙中随机挑选一个机器人，然后用他的手换掉弗赖的手。弗赖觉得这很不道德，班德却认为这十分公平。最后在他的威胁下，弗赖签下协议，和机器魔鬼交换了双手。回到公司，弗赖迫不及待向大家展示自己的机器手。对于这次交易，他十分满意，所以就算是机器魔鬼主动上门请求将手还给他，弗赖也绝不同意。更重要的是，有了这双手，他终于能吹好全息情感笛，在音乐会上大显身手，把莉拉感动得稀里哗啦，并成为炙手可热的音乐家。由他演奏的900首经典名曲，一时之间也成为爆火的音乐专辑，就连娱乐大佬都来委任他来写歌剧。虽然弗赖并不会写歌剧，可如果是写毫不顾及形象的莉拉，他愿意尝试一下，就当做给他的一个惊喜。晚上，莉拉正在检修飞船，突然笛声四起，她循声来到阳台，因此发现弗赖的惊喜。不过好在歌剧没有写完，还是有期待价值。而此时，弗赖难以置信的天赋终于让莉拉对他产生了好感，但冰冷的机器手和机器恶魔的咆哮却让莉拉望而生畏。第二天，由于弗赖坚决不把手还给自己，机器恶魔便找到班德，开始了第一步计划。他先是假装让班德跟自己换手，接着帮班德装上扬声器，去掉他的笛板，然后借此弄坏莉拉的耳朵，令2人崩溃
大哭。这样，就算弗莱的歌剧应如期上演，这份惊喜也不能如愿送到莉拉手中。对此，弗莱毫不知情，因为莉拉不想让他伤心，所以纵使音乐再动听，他也只能根据情绪反应卡做表情来欺骗弗莱。一会儿，歌剧的上半场结束，大家来到大厅休息。机器恶魔继续实行计划，他对莉拉说可以给他一双新的耳朵，但作为回报，莉拉必须和他交换左手。就这样，随着莉拉签订下协议，机器魔鬼把小黄的耳朵给了他，莉拉终于能够完美接收惊喜。不过，机器恶魔并没有及时和他交换左手，而是弗莱在歌剧里讽刺他的时候，他才从幕后冲了出来，继而利用莉拉威胁弗莱和自己交换双手，逼得莉拉不得不说出实情。原本他只是害怕弗莱因为自己变聋停止歌剧，却没有想到机器魔鬼早在协议上写明，他必须在婚礼上把手给他。这也告诉我们，对文字的巧妙运用能表达出比字面更多的含义。眼看机器魔鬼就要举行婚礼，弗莱陷入了抉择。虽然机器手能够完成迷惑莉拉的歌剧，可也能让他永远失去莉拉，所以弗莱还是和机器恶魔交换回了双手。见计划完成，机器魔鬼带着尼格松满意离开，大佬要求弗莱继续演奏，但没了机器手的他再也吹不出美妙的音乐。大伙纷纷离场，弗莱好不难过，他正准备起身离开这伤心之地。我想听完，弗莱。莉拉的声音却在身后响起，她希望弗莱能吹完整首曲子，毕竟惊喜是2个人的。And a time and a town when the Beatles were around.